服役超過30年，參與過美軍幾乎所有軍事行動的意大利伯萊塔 M9， 曾是西方軍用手槍的標杆之作，更被譽為冷戰後期最可靠的經典配槍之一。然而，就是這樣一款戰功赫赫的經典手槍，卻在近年被美軍以高達120億美元的驚人預算全面淘汰。而更令人意外的是，接替它的西格 P320 列裝後，卻屢次陷入走火傷人的爭議漩渦。這不禁令人質疑，伯萊塔 M9 真的已經落後到非換不可的地步了嗎？飽受詬病的 P320 究竟憑什麼擊敗眾多競爭對手，贏得天價合同？在這場史上最大規模的手槍換代計劃背後，是否藏着技術之外的政治博弈與利益角力？今天我們就來深入拆解這場換槍風雲背後的決策迷局與重重疑雲。時間回到上世紀80年代，美軍仍在使用已服役近70年的 M1911手槍。隨着北約推進9x19毫米彈藥標準化，意味着.45 ACP 口徑注定被淘汰。美軍隨即啟動了 XM9 競標項目，尋找新的制式手槍。在 XM9 競標測試中，伯萊塔 F92 表現堪稱驚豔。超過 3.5 萬發射擊測試中，平均1700發才出現一次故障，可靠性是 M1911 的10倍，並且還通過了海水浸泡、跌落、低溫、和泥濘等極端環境測試。在可靠性上雖略遜於同時競標，後來被海豹突擊隊採用的西格 P226， 但每支比 P226 便宜14美元。最終於1985年，伯萊塔92正式成為美軍新制式手槍。伯萊塔92的穩定表現絕非偶然。那麼，這把誕生於上世紀70年代的手槍，究竟靠什麼在極端條件下把故障率壓到最低呢？答案就藏在2個不太起眼卻極其關鍵的設計裡。其一，它並未採用大多數手槍的單側拋殼窗，而是在套筒上設計了180度的開口，相當於為彈殼排出提供了更大的通道，從理論上降低了卡殼故障的發生率。其二，與大多數自動裝填手槍截然不同，伯萊塔92並沒有採用傳統供彈坡結構，而是子彈直接進入槍膛，有效減少了供彈故障。這些設計讓伯萊塔92在那個年代幾乎無可挑剔。但也正是這些為可靠性而生的設計，在30年後顯得不再合拍。從標杆到淘汰，伯萊塔 M9 到底差在哪？伯萊塔 M9 作為美軍1985年列裝的制式手槍，在冷戰後期的作戰中表現穩定，但進入21世紀後，其設計的局限性完全無法適配現代作戰的需求。其替換原因可歸納為以下3大核心維度。維度1，核心部件老化不可逆。M9 的鋁合金套筒座本身就是不可更換的成立結構，隨着射擊次數增加，金屬磨損和疲勞會一點點累積，它不像彈簧或槍管那樣能定期更換，一旦進入老化階段，可靠性只能下降，無法真正修復。這也是為什麼服役時間越長， M9 的維護壓力和安全風險會同步上升。維度2，實戰環境適應性差。在伊拉克、阿富汗的沙漠地區， M9 的開放套筒設計極易吸入沙塵，導致槍械卡殼，故障頻發。維度3，人機功效不佳。作為歐洲設計的槍械， M9 的握把尺寸偏大，在統一配發條件下對手掌較小，尤其女性士兵適配性有限。再加上雙动首發扳机拉力偏大，行程較長，在高壓環境下更難保持射擊精準性。且早期型號未配備皮卡汀尼導軌，無法加掛戰術燈、激光指示器等必要戰術附件，難以滿足現代近距離作戰的戰術需求。面對 M9 平台逐漸暴露的問題，伯萊塔其實並沒有坐等被淘汰，而是主動提出了一套解決方案 M9A3 的改進型。這款型號在原有基礎上進行了多項工程升級，可更換的握把以適應不同手型，原廠皮卡汀尼導軌內部零件強化，甚至重新設計了保險結構，降低誤觸風險。2014年12月，伯萊塔正式向美軍提交 M9A3 的工程變更申請，希望以升級現有平台的方式延續服役。但美軍直接拒絕，且不進入評估階段。即便伯萊塔仍持有長達30年的供貨關係，並且 M9A3 的單價低於原版 M9， 軍方的態度依然沒有動搖。原因只有一個，美軍已經不再考慮修補舊系統，而是下定決心全面更換一套全新的手槍體系。也正是这個核心決策，讓西格 P320 最終脫穎而出，成功中標。可這選擇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爭議。
很多人覺得美軍提的模塊化要求完全是針對西格紹爾 P320 的可互換火控單元開的後門，但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誤區。美軍眼裡的模塊化並不是大家想的那樣。簡單來說，美軍要的是一把萬能插座，就像手機得有充電口、耳機孔一樣，槍也得能隨便裝戰術燈、激光器、消音器和瞄準鏡，並且無論是彪形大漢還是手掌纖小的女兵，都能通過換不同尺寸握把，讓手槍真正適配每個人的手型。說白了，美軍要的是適配性，而不是單指 P320 的互换火控单元。最好的證据就是決赛圈的另一個对手格洛克 19X。格洛克并没有 P320 的互换式火控核心，它就是最傳統的結構，但它同樣能裝附件，能換握把片，能適應各種手型。所以格洛克當時也完全符合美軍的模塊化要求。西格紹爾最後能贏，靠的不是結構作弊，而是更極端的成本控制和更聰明的商業策略。然而，就在西格紹爾贏得這筆 5.8 億美金的合同後不久，一場史無前例的信任危機爆發了。先是民用市場爆出掉落及走火的醜聞，隨後美軍在內部測試中發現，新槍在極端跌落實驗條件下，同樣存在發生走火的情況。一時間，關於新槍安全性的討論在槍迷圈裡迅速升溫。為了平息內部與外界的質疑，美國國防部隨後發布了一份詳細的測試報告。這份報告不僅確認了早期確實存在安全隱患，更重要的是，這份報告揭開了3個關鍵真相。真相1：關於準不準的爭議。之前很多人吐槽西格紹爾 P320 這種模塊化手槍精度不行，但報告給出了硬數據。於35米距離射擊10發，但這點散布控制在約10厘米範圍內，基本相當於一個拳頭大小。這個成績放在軍用制式手槍裡已經屬於合格甚至偏優秀的水平。換句話說，至少在精度這一項上，模塊化結構並沒有拖後腿。所以結論很明確，質疑它不準，在數據面前站不住腳。真相2：關於走火的漏洞。報告大方承認，初期的 P320 的確存在跌落不安全的問題。但西格紹爾的反應很快，他們通過更換更輕、慣性更小的扳機組件，已經徹底堵住了這個會自行走火的漏洞。結論是，安全隱患確實有過，但現在已經修補完畢。真相3：故障率仍是硬傷。讓我們通過報告裡一組尷尬數據一探究竟。珀萊塔 M9 發射1700發才出現一次故障，而西格 M17 只打343發就會卡殼。更短小的西格 M18 更慘，平均不到200發就掉鏈子。不過報告也指出，超過半數的故障是由於彈匣的空艙掛機釋放功能失效導致的。如果把這類問題排除掉， M17 的故障間隔射擊次數可提升至700發， M18 則為950發。雖仍僅為珀萊塔 M9 的一半，但已有顯著改善。2018年，美國國防部重新測試了改進後的 P320。不論使用北約標準的全金屬背甲彈還是空間彈，其故障間隔射擊次數都超過了2000發。這輪測試總共打了大約 2.5 萬發子彈，已經接近手槍的預期服役壽命。雖然這個成績仍然達不到珀萊塔 M9 3.5 萬發的水平，但已經滿足了美軍對制式手槍的可靠性要求。看到這裡，你可能明白了，美軍換槍本質上不是在尋找一把永遠打不壞的神器，而是在尋找一把足夠好用且極其便宜的現代化工具。回頭來看，這並不是一場老槍被冤枉，新槍靠運氣上位的故事。珀萊塔 M9 在它所處的年代確實是一把經得起戰爭考驗的優秀手槍，但任何以20世紀需求為核心設計的武器都不可避免地會在21世紀的戰場上顯露疲態。西格紹爾 P320 並非完美，但後續美軍測試顯示，它最終還是達到了美軍對新一代制式手槍的基本要求。這場換槍並不是誰徹底失敗或絕對成功，而是美軍在需求和環境變化下做出的一次選擇。M9 退出歷史舞台更多是時代的推力， P320 站上前台也只是恰好趕上了這個時間節點。至於這次選擇是否真的是最優解，或許只有未來的實戰才能給出答案。